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好 ，OK，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题目啊，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客人哈他会询问的一个项目哦，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可能这几年他经历了电波拉皮、音波拉皮，然后经历了种种的疗程，然后他或许觉得没有达到他心中想要的，然后他们回归到想要最强效、最持久的治疗方式哈，就是拉皮手术。我之前一直在讲哦，这10到12年呢，这个我们在脸部的构造上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那是线上会议呢，我们找了这个美国现代面部解剖学的这个应该首屈一指的大师Katafana 还有这个韩国面部解剖学的大师Hee Kim 还有这个大陆那个吴硕凡教授，那还有法国的这个整形科的这个理事长Benjamin，那台湾呢，他们就是找我然后做了一个这个线上脸部解剖的一个最新进展的一个讨论尤其是过去这1年来我们挑选出最重要的脸部构造的一些finding来跟大家讨论这些东西或许对我们医生也是最重要的。那对你们而言呢，你们可能更想要知道如何判断自己做的是真正的面部提升。拉皮手术在英文叫做 facelift， 但是 facelift 绝对不是剪皮，绝对不是 skin cutting 而已。那如何判断？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大概是我有客人说啊，其他医生跟他说3层次拉皮只是噱头，根本没有办法拉到法令纹跟嘴边肉，了不起到筋膜层就已经够深了。这个观念如果在10几年前那是对的。但是随着现在的进步的确到现在也都有客人还有这样的观念有医生跟他说拉皮我们怎么拉都只能拉到这里，是不可能拉到前面跟这里的。其实我很常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我在手术拉皮的过程中，我在帮这些之前做过拉皮手术的客人，我帮他们在其他地方做完以后，他们可能觉得，做完这个地方很紧，可是他的法令纹、他的嘴边有改善幅度不是他们理想的，于是他们又跑来找我。那我打开进去一看，我就发现说，哇，他们前面其实没有做到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到底可不可以做到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常常听到筋膜拉皮，大概我们10多年前在台湾就开始听到筋膜拉皮，大家就会认为说筋膜拉皮就是所谓真正的深层拉皮。其实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筋膜拉皮是什么一般外面所讲的筋膜拉皮它是像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脸是分3层，皮肤筋膜跟筋膜下。筋膜其实就像你想象皮是一层构造，筋膜也是一层的。那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筋膜拉皮，它其实就是在这边筋膜上面缝。用缝合的方式，用内缝合的方式在筋膜上面缝几圈，那借由把这个筋膜用缝合的方式想说我们这样子缝一圈，一绑起来一收紧它就会往上提，这个就是筋膜拉皮。事实上它就是在筋膜上面缝合。那有一些人呢就像是这样子的缝合，有些人会缝到第4圈是缝脖子。那还有一种所谓的筋膜拉皮，它就是在筋膜上面切一小段的筋膜，一小块筋膜，然后把它这样缝合起来。这样的筋膜拉皮，你说它有没有效？它有效，可是它维持的时间比较短暂。这是第一个他们有做了几篇研究去追踪，就是说单纯做这样缝合的或者是单纯这个切一小块筋膜的它的效果维持的时间跟真正3层次，也就是真正有做到筋膜下的话，它的效果是比较短暂。为什么因为这就很像我一直在讲如果你今天拉皮只是剪一小块皮的话，你只是把这边剪一块皮剪下来，然后这样缝合，刚开始做有没有效？有效而且不红不肿可是你会发现它的维持的效果甚至有的只有1年2年。我们就讲我等一下要开刀的那个客人，他就是去年在其他地方做那种只剪皮的，然后我觉得一个手术如果有这样的伤口，维持时间就1-2年我个人觉得好像比较不值得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就一定要做到筋膜下。
真的做到筋膜下。那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哈，这个皮肤勾起来，皮肤是不动的哦，好，皮肤是不动的哦，好，我们再看一次。但是我们拉筋膜的时候，你看它整个脸可以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动作，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动作，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哦，事实上筋膜力量非常的强大。而且筋膜哈，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弹性的组织，所以你拉多少它就是多少，不像皮你一开始你单纯剪皮，你拉上去你会觉得好像效果不错，可是它很快就像橡皮筋松弛一样。还有我们在做筋膜的时候哈，我们在做筋膜真正3层次的时候，绝对不是像刚刚那样，只是在筋膜上面缝几针，或者是只是在筋膜上面剪一小块筋膜缝合。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哈。这个图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们脸部很重要的韧带，从太阳穴、额头、太阳穴到我们的颧骨，到我们的脸颊，这几个很重要的脸部韧带。脸部的韧带就像是我们房子的2根柱，这些韧带呢，它非常的强韧。这个韧带呢，它会把我们的脸分成前面会动的区域跟后面比较不会下垂的区域。我们前面这些部位，就是在我们韧带这个韧带线、韧带连线前面部位，它是最容易下垂的，比如眼尾，比如说苹果肌、法令纹，比如说我们的嘴边肉，这些都是我们脸部最容易下垂的这个部位。如果你在做的时候，你没有跨过这个韧带区，你没有跨韧带，那你会发现你拉提的效果会非常有限，你会发现你的维持时间会非常的短暂。好，所以我刚刚讲的，即使我们今天在做真正的3层次，不是在韧带上面缝几针，不是在韧带剪一小块缝起来，我们要把这个筋膜掀起来，往前跨过韧带，你才可以做到像跨过这个韧带，跨过这个韧带，这个就是我们脸上的韧带线。这个韧带线就像一堵墙一样，你一定要跨过这个韧带线，你才有办法。你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啊。你看我们皮是完全不动的哦，但是你看，只要我们有跨过韧带线，你会发现你拉筋膜的时候，你的苹果肌、你的嘴边肉可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拉提。我们在做这个3层次手术拉皮的时候，第一个重点，筋膜一定要做下去，不是剪一小块筋膜，也不是这边缝一下，一定要做大范围的筋膜。第二个重点是你一定要跨过韧带，这是重点。但是我有客人啊说他去其他诊所咨询，那他们也有做3层次拉皮。那请问医师，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医生有真正做到3层次呢？这非常有趣，你知道，因为3层次拉皮这个词，其实它真正的医学上名字叫 extended SMAS 的一个 radiectomy facelift 的一个手术，就是它是大范围的筋膜下的一个这个拉皮手术。我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标准，是不是真的做到3层次？第一件事情啊，从来没有人可以在3个小时内完成这样一个精密的手术。所以如果一个拉皮手术它的时间是在3个小时以内，这是2个小时、1个小时，这个绝对不会是3层次。那再来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手术，我说的3个小时哦，是我们真正做，不包含前面的准备工作、洗头发、包扎这些的精密的这3层。好，我想对于你是真正判断这3层，第一个重点就是它是需要时间。我们知道任何精密的手术绝对不是划一刀缝起来那么简单，它是需要很精密的。像我们戴这个也是要用放大镜做。那第二个，你除了用时间判断之外，其实像我的习惯，我每个客人我做的时候，我都会在手术过程中，我都会录影，告诉你说，你看，我真的把你的皮肤筋膜下，我都帮你把它这样子弄起来，好，然后会录影，跟你说，你看，我们可以真正做到这样的一个拉提，因为我觉得手术这种事情是这样，你既然划了这一刀，我们就要做彻底，对，你的选择就要选择一个比较彻底的手术。那有的时候常常大家都害怕自己睡着了，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到这样，所以我会在关键的时刻帮大家录下来给大家看。我们的确有确实做到，我们是不靠话术生存的我们是靠真正的努力我们细心来帮大家完成大家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3层次拉皮手术的一个概念，我们就跟大家讲，这绝对不是噱头。这个真正的拉皮，我们要做彻底的话，也不是在筋膜上面缝几针或者剪一小块。对，其实各位不管是在哪边做，我觉得这个都很好，都希望大家可以达到自己的一个效果。那销售之前，我想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大家会有更好的一个保障。大家如果看我们的节目呢，觉得我们的节目很不错，对各位有帮助，对你的朋友有帮助，欢迎你把我们的影片推荐给你的朋友看，然后告诉我们，只要你把我们影片推荐给朋友看，我会把我这一本书的电子档传给你们啊。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大家拿到实体书也不方便，所以我们会用电子档寄给你们。这本书呢，它是微整圣经，它里面其实主要提的都是微整形，但是我在里面一样写了很多关于脸部构造的一个解释，我相信对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帮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索取那只要你分享了，跟我们的线上服务人员讲，他马上就把电子档寄给你们哦。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帮大家复习一下，给大家一个问题。这问题是这样：如果你今天想要真正达到一个抗老回春，达到一个真正的拉皮的一个效果，你要选择的是 A 彻底的处理治疗，把3层都处理，还是你要选择是 B 就是简单剪个皮，虽然不怎么肿可是它维持的时间效果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理想。这2个答案让大家选择，但是不要忘了，没效才是最贵的。要做要找专业。好，拜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